友准备的礼物落下了。由于时间紧，来不及回去拿，便两手空空去见朋友。朋友见他满是怨气的表情，心中不悦，两人便不欢而散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怨妇行为，谁都不愿意跟这样一个充满情绪的人相处。想起季羡林的一个故事，有一次，国学大师季羡林要去参加一个会议，他突然想起还没有给自己的君子兰浇水，情急之下便交代给了阿姨。可是当他外出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心爱的君子兰死了。由于阿姨不懂君子兰喜阴的特性，搬出去给它晒太阳去了。看着季老难过的样子，阿姨站在一旁不知所措。此时正好季老儿子回来，看见此景，正要训斥阿姨。季老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不怨阿姨。”说完还安慰了阿姨几句，直到他放下芥蒂，才放心地跟儿子进了屋。进屋后，季老跟儿子说：“孩子，他人犯错，常有己过啊。”季老的几句暖心、有担当的话，既化解了尴尬的局面，又可以使一家人和睦相处，这样让别人开心，自己也快乐。可偏偏就有一些人不懂他人犯错常有己过的道理，弄得自己不开心，周围的人也受窝囊气。《论语述而》中有句话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抱怨的尘埃会迷住你聪慧的双眼，拥有一颗不抱怨的心，会收获更多美好与快乐。敢于说都怪我，会越来越成功。古人说：“利者义之，和也。”层次越高的人，越勇于承担责任，越会彼此欣赏，相互成全，更易成功。弱者才会推卸责任，相互拆台，相互埋怨。前2天去了朋友家，正巧碰上夫妻俩为一件小事而争论。原来是他们家准备盖南房，为找人而争论。妻子说：“你先找个做砖的，然后再把砖拉过来，水泥和沙子也拉过来，不就能做了吗？”丈夫说：“你也可以去找啊。”妻子便很委屈地向我诉苦，孩子都马上要结婚了，可这件事老是一拖再拖。于是我安慰她说：“这很简单的一件事嘛，一个家庭里总得有个好办事儿的，谁去找人都一样，共同把事办好就行。”隔几天再去他家时，工人们已经开始动工盖房子。我想，这是夫妻俩不再相互埋怨，而是一方承担起了责任，才把事办成了。无论做任何事，合作才能把事办成，相互生怨只会一事无成。今年高考作文中有一则材料：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位，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2人。管仲曾带兵阻击小白，用箭射中他的衣带钩，小白装死才得以逃脱。后来小白即位齐国国君，鲍叔牙深知管仲的才能超过自己，便举荐他为相。小白也没有怨恨管仲当时的一箭之仇，而以天下大局为重，重用了管仲。管仲也没辜负国君的厚望，厉行改革，齐国很快便成为一方霸主。公子小白、鲍叔牙、管仲3人不计前嫌，以天下为己任，相互欣赏，彼此成就。如果他们相互生怨，那么就不会有春秋5霸之首、9合诸侯的佳话了。弱者才会相互拆台，使自己走向没落。世界万物都是相互关联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这是自然法则。《论语》中有句话：“小人无错，君子常过。”其实幸福就在自己手中，请别抱怨生活。每个人都喜欢交欢欢喜喜的朋友，
而远离愁眉苦脸、心生怨气之徒。成大事者心中须有大格局，遇事沉着应对，而非推卸责任。这是一种难得的气质，是一种成大器的气象。两人相处总会有分歧产生，两人共事总会有矛盾存在。出了问题，先不要着急说都怪你，而要检讨自己是否都怪我。慢慢你就会发现，这么做你会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人气好，越来越成功。关注读者，感恩遇见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。各位听友们，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，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。今晚读者捐给大家分享的文章，敢于说都怪我，是高级的聪明。敢于承担责任的人是聪明的人，是有智慧的人。小孩只会说都怪你，大人才会说都怪我。敢于承担责任是成长和成熟的标志。老子说，大道之行，不责于人。不轻易指责是一种修养，也是一种智慧。人最大的荒唐，是把太多本该用来继续前行的精力，耗费在了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上，与过去的事情苦苦纠缠。敢于说都怪我的人，是有智慧的人，与之相处会感到身心愉悦。敢于说都怪我，会越来越有智慧。有智慧、有格局、高层次的人，才会不计得失，宽以待人，不会锱铢必较。出了问题会检讨自己，而不是去埋怨别人。曾看过一个小故事，有的高管在顺境时会去照镜子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而在逆境时才向窗外看，以寻求他人来承担责任。有智慧的高管在逆境时会去照镜子，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，在顺境时才往窗外看，去发现有功劳的人，以便给予奖励。有了功劳算别人，出了问题算自己，这才是一个智者的格局。王羲之的太太西夫人被人们赞叹有临夏之风。当西夫人的2个弟弟来她家时，丈夫王羲之表现冷淡，而对他儿媳妇的娘家人却表现热情。这也不是说王羲之是一个势利之人，只是气味相投与否的缘故。西夫人对丈夫也并未责怪，而是劝弟弟识趣，以后少到王家走动。西夫人就很聪明，她懂得都怪我，从自身找原因，而不是去责怪丈夫。这就使家人之间少了间隙，多了理解，使得家庭更加和睦。看过一则寓言故事，有一只猫总爱找借口掩饰自己的过失。老鼠逃掉了，它会说等它养肥了再吃吧。到河边捉鱼，鲤鱼的尾巴打了它一下，它说就是想用它的尾巴洗洗脸。后来掉进河里，它还说是在游泳。一只可怜又可悲的猫，由于给自己找借口，结果断送了自己的生命。生活中也有太多人为心魔所困，自己做了错事而甩锅推责任，结局也会很惨。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不可能事事做得完美无缺，只有从失败中总结经验，从过失中检讨自己，才会逐渐完善自我，才会使自己越来越完美，越来越有智慧。敢于说都怪我，会越来越快乐。古语有云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每个人都不想跟满腹牢骚之人相处，因为他不但不能给自己带来正能量的东西，反而会影响自己的心情，弄得大家都不开心。
没有人会喜欢乌烟瘴气的气氛。古时候有一个人，他有个习惯，吃早饭时不放盐。有天早上，妻子在粥里放了点盐，他就训斥妻子，结果把身边的孩子吓哭了。孩子不小心把饭粒洒在了他的衣服上，想到一会儿还要出去见朋友，心情更加烦躁，一边抱怨一边擦拭衣服上的污点。他怒气冲冲地出门了，却把给好友准备的礼物落下了。由于时间紧，来不及回去拿，便两手空空去见朋友。朋友见他满是怨气的表情，心中不悦，两人便不欢而散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怨妇行为，谁都不愿意跟这样一个充满情绪的人相处。想起季羡林的一个故事，有一次，国学大师季羡林要去参加一个会议，他突然想起还没有给自己的君子兰浇水，情急之下便交代给了阿姨。可是当他外出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心爱的君子兰死了。由于阿姨不懂君子兰喜阴的特性，搬出去给它晒太阳去了。看着季老难过的样子，阿姨站在一旁不知所措。此时正好季老儿子回来，看见此景，正要训斥阿姨。季老说：“没事没事，不怨阿姨。”说完还安慰了阿姨几句，直到他放下芥蒂，才放心地跟儿子进了屋。进屋后，季老跟儿子说：“孩子，他人犯错，常有己过啊。”季老的几句暖心、有担当的话，既化解了尴尬的局面，又可以使一家人和睦相处，这样让别人开心，自己也快乐。可偏偏就有一些人不懂他人犯错常有己过的道理，弄得自己不开心，周围的人也受窝囊气。《论语述而》中有句话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”抱怨的尘埃会迷住你聪慧的双眼，拥有不抱怨的心，会收获更多美好与快乐。敢于说都怪我，会越来越成功。古人说：“利者义之，和也。”层次越高的人，越勇于承担责任，越会彼此欣赏，相互成全，更易成功。弱者才会推卸责任，相互拆台，相互埋怨。前2天去了朋友家，正巧碰上夫妻俩为一件小事而争论。原来是他们家准备盖南房，为找人而争论。妻子说：“你先找个做砖的，然后再把砖拉过来，水泥和沙子也拉过来，不就能做了吗？”丈夫说：“你也可以去找啊。”妻子便很委屈地向我诉苦，孩子都马上要结婚了，可这件事老是一拖再拖。于是我安慰她说：“这很简单的一件事嘛，一个家庭里总得有个好办事儿的，谁去找人都一样，共同把事办好就行。”隔几天再去他家时，工人们已经开始动工盖房子。我想，这是夫妻俩不再相互埋怨，而是一方承担起了责任，才把事办成了。笔墨，言谈莫论人非，三省吾身，做好自己，远离是非，择善而交。而调，多一点简单真诚，少一点复杂虚伪。正如唐太宗在《百字真理》写：“交有德之友，绝无义之友；取本分之财，戒无名之酒；怀克己之心，避是非之口。”在网上看了一段国外视频，一位中年男子站在舞台中央，观众席坐满了他这些年认识的所有人。他罗列了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，一一向观众询问，知道答案的可以直接站起来。起初还有很多人站起来，后来
随着问题的深入，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只剩下了自己的家人。刚开始大家还一直在笑，后来都陷入了沉思。歌手张韶涵说，很多人觉得我在圈里朋友特别少，不是我朋友少，是我对朋友的定义不一样。虽然朋友多了路好走，但我也不需要有我相路的朋友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朋友不在多，在于真情实意。圈子越来越小，留下的都弥足珍贵。前2天读完了日本短篇小说《鬼才》，芥川龙之介的《罗生门》，里面收录的一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。时值大唐年间，本是财主之子的杜子春，如今家财荡尽，无以度日，境况堪怜。在一位独眼老者的帮助下，一日之间成了洛阳城内的首富。知道他发了迹，过去相逢不相识的亲友，现在晨昏趋凤，与日俱增。过了1年2载，家财渐渐空泛起来，又变得一贫如洗，穷困潦倒。之前还趋凤不迭的亲友，如今竟变得薄情寡义，冷漠无情。后来经历一番磨难，杜子春醒悟过来，厌倦了世俗人心的虚伪，只想本本分分做事，简简单单做人。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里有一句话：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，饮进生活的骨髓，过得扎实、简单，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，把生活逼到绝处，用最基本的形式，简单、简单再简单。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，要不断给生活做减法。圈子虽小，简单干净就好。法国文学家罗曼·罗兰曾说过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电影《阿甘正传》中的男主人公阿甘是一个智商很低、看起来头脑简单、傻了吧唧的样子，被同学欺负嘲笑，参加战争遭袭，出海遇到风暴，只是一直向前跑，最后用自己的专注坚持获得了成功与幸福。影片中有一段情节让我印象深刻，战友布巴不幸在战争中死去，生前阿甘答应回家后同他一起捕虾。凯旋归来后，阿甘毅然放弃所有的财富荣誉，去了布巴的故乡，在坟前跟他说，我记得你说的话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布巴太太和码头船长都在质疑他是不是傻瓜，他只是淡然地回了一句，傻人才做傻事，买了一艘捕虾船，开始了捕虾生活。在他人看来，丢掉富裕的生活，跑去吃捕虾的苦，放弃红火的事业，把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，在家帮人割草，不是疯子就是傻子。在阿甘自己的心中，简单平淡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幸福。一个人活到极致，一定是素与简，远离世俗人心的喧嚣与浮华，在平淡的生活中修得一颗简单的心。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。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，依然永葆希望，依然真诚善良。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，傻人有傻福。大智若愚，傻傻的努力，笨笨的坚持，终究会有福气降临。冰心说，如果你的心简单，这个世界也就简单。简单才能快乐常在，简单才能不被喧嚣扰乱，简单才能收获满满的福气。不要带着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却总是说世界欺骗了你。也许生活依然狼狈不堪，也许一切仍然不尽人意。不管怎样，
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这个世界，保持纯粹，保持简单，有所坚持，有所信仰。剑未配妥，出门已是江湖。愿你深谙世故，仍不失赤子之心。关注读者，感恩遇见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。各位听友们，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，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。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，简单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。近期大学是有关系的话题上了知乎热榜，1万多人关注，6000多个回答，其中有几条回答让我颇受感触。艾特大名，在大学独来独往是需要勇气的，尤其在寝室那个小圈子，你真的容易成为众矢之的，一块合理排斥与怂恿他人，人的攻击本能得到了无限满足。爱的青柠果子糕，来了大学，我发现交友真的跟初中、高中不一样，稍微有那么一点复杂，感觉少了一些真实感，多了一点利益感。所以大学还是要丰富自己，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爱的自律更自由，有些宿舍的确分帮分派，让人住起来特别压抑。我之前住的宿舍，每个人关系都超好，真的觉得能遇见一群合得来的好舍友，也是一种难得的福气。小小一间宿舍，几个人朝夕相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却处处上演宫斗剧，搅得乌烟瘴气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很多人在成长中忘记了真诚善良，慢慢变得复杂功利，殊不知保持简单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。朋友小柳最近几天很苦恼，一直自以为玩得不错的一个同事，在他背后搬弄是非。他现在是一家公司的部门主管，每天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给了公司，工作做得尽善尽美，和员工同事也相处得十分融洽，根本不用老板操心。前几天他不经意间听到几个老员工在办公室里议论自己，说他业务能力根本没有另一个同事强，还说之前有同事和他一起竞争升职，但是那个同事却没有升上去，肯定是他背后耍了什么手段。表面看起来和善大方，没想到心机这么重。有时候折磨人的不是繁重的工作，而是复杂的人际关系。电影搜索中有一句经典台词：妄加言辞，人比黑夜更惊悚。恶意诋毁一个不了解的人，得一时口舌之快，却在无形中把人推向流言的深渊。出来工作都不容易，与其处处勾心斗角、惹是生非，不如好好想想如何提高能力修养。常言道，静坐常思己过，言谈莫论人非。三省吾身，做好自己，远离是非，择善而交，多一点简单真诚，少一点复杂虚伪。正如唐太宗在《百字真》里写：交有德之友，绝无欲之友，取本分之财，戒无名之酒，怀克己之心，避是非之口。在网上看到一段国外视频，一位中年男子站在舞台中央，观众席坐满了他这些年认识的所有人。他罗列了一些关于自己的问题，一一向观众询问，知道答案的可以直接站起来。起初还有很多人站起来，后来随着问题的深入，人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只剩下了自己的家人。刚开始大家还一直在笑，后来都陷入了沉思。歌手张韶涵说：很多人觉得我在圈里朋友特别少，不是我朋友少，是我对朋友的定义不一样。虽然朋友多了路好走，但我也不需要给我修路的朋友。君子之交淡如
水，朋友不在多，在于真情实意。圈子越来越小，留下的都弥足珍贵。前2天读完了日本短篇小说《鬼才》芥川龙之介的《罗生门》，里面收录的一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。时值大唐年间，本是财主之子的杜子春，如今家财荡尽，无以度日，境况堪怜。在一位独眼老者的帮助下，一日之间成了洛阳城内的首富。知道他发了迹，过去相逢不相识的亲友，现在晨昏趋凤，与日俱增。过了1年2载，家财渐渐空泛起来，又变得一贫如洗，穷困潦倒。之前还趋凤不迭的亲友，如今竟变得薄情寡义，冷漠无情。后来经历一番磨难，杜子春醒悟过来，验证了世俗人心的虚伪，只想本本分分做事，简简单单做人。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里有一句话：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，吮进生活的骨髓，过得扎实、简单，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，把生活逼到绝处，用最基本的形式，简单、简单再简单。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，要不断给生活做减法。圈子虽小，简单干净就好。法国文学家罗曼·罗兰曾说过，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电影《阿甘正传》中的男主人公阿甘是一个智商很低，看起来头脑简单、傻了吧唧的样子，被同学欺负嘲笑，参加战争遭袭，出海遇到风暴，只是一直向前跑，最后用自己的专注坚持获得了成功与幸福。影片中有一段情节让我印象深刻，战友布巴不幸在战争中死去，生前阿甘答应回家后同他一起捕虾。凯旋归来后，阿甘毅然放弃所有的财富荣誉，去了布巴的故乡，在坟前跟他说：我记得你说的话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布巴太太和码头船长都在质疑他是不是傻瓜，他只是淡然地回了一句：傻人才做傻事。买了一艘捕虾船，开始了捕虾生活。在他人看来，丢掉富裕的生活，跑去吃捕虾的苦，放弃红火的事业，把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，在家帮人割草，不是疯子就是傻子。在阿甘自己的心中，简单平淡的生活才是最大的幸福。一个人活到极致，一定是素与简，远离世俗人心的喧嚣与浮华，在平淡的生活中修得一颗简单的心。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。在认识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热爱生活，依然永葆希望，依然真诚善良。有一句俗话说得好，傻人有傻福。大智若愚，傻傻的努力，笨笨的坚持，终究会有福气降临。冰心说，如果你的心简单，这个世界也就简单。简单才能快乐常在，简单才能不被喧嚣扰乱，简单才能收获满满的福气。不要带着复杂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，却总是说世界欺骗了你。也许生活依然狼狈不堪，也许一切仍然不尽人意。不管怎样，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这个世界，保持纯粹，保持简单，有所坚持，有所信仰。剑未配妥，出门已是江湖。愿你深谙世故，仍不失赤子之心。关注读者，感恩遇见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。各位听友们，
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，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。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，简单是一个人。每晚8点，聆听读者。各位听友们，读者原创专栏现已全新上线，关注读者首页即可收听。今晚读者君给大家分享的文章，你敢于做什么改变，救什么命。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成功。小时候，他们叫别人家的孩子；读书时，他们叫学霸；工作了，他们叫连升3级的同事。其实，并非他们天赋异禀，而是因为他们敢做这3件事：一、敢于清零。敢于清零就是跳出舒适区，接受挑战。几天前，我参加了一个海外作家见面会，会上严歌苓说，那一年我30岁，我放弃了国内优渥的条件和已有的名声，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学之路。他话语轻柔，我听了却极受震撼。30岁的严歌苓在国内已经很有知名度，